很多人现在有一个很强的错觉，觉得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 AI 算法、软件、模型。但是我想先给你一个判断：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10年，真正重新变得重要的不是想法，而是这三样东西：制造业、材料、能源。而且呢，这不是情绪，是现实被逼出来的结果。我们先回到上一期我讲的人形机器人那期视频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机器人啊，不是输在想不出来，而是输在造不出来。算法有了，方案有了，演示视频也有了，但是一到现实世界呢，它的关节不耐用，制造材料太贵，能源不够，一量产成本就要爆炸。这其实暴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从谁更聪明，进入到了谁能把东西真正造出来的阶段。制造业为什么重新站到了台前？过去30年啊，制造业在很多人眼里算是旧经济，因为那是一个全球化顺畅、能源便宜、材料随买随有、供应链稳定的时代。但是现在呢，情况完全变了。我们发现3个变化同时发生：第一，复杂产品越来越多，不是一个零件，而是几千、几万个零件在协同，像机器人啊、芯片啊、能源设备、航空航天都是这样。第二，出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了，可不是慢一点的问题了，而是一旦断供，那就得停摆。第三，国家层面开始重新计算安全账了，很多东西啊，不是贵不贵，而是有没有、稳不稳，能不能自己控制。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制造业不再是低端产业了，而是国家能力的核心部分。然后我们来看材料，正在从背景板走到了前台。以前呢，材料产业是配角，现在材料本身就是技术的上限。举几个特别直观的例子啊，你看机器人关节就卡在了材料疲劳，新能源车呢卡在了电池材料，芯片制造呢卡在了极端材料，军工航天卡在了耐高温、耐冲击材料。这些问题啊，不是靠算法能解决的，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件事儿：材料决定了你能不能做，而不是你想不想做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各国都在抢关键的矿产，投新材料，在控制上游资源，这就是工程的现实。接下来咱们看能源，很多人会低估能源的重要性，但是所有的高科技最后呢，都要变成耗电的设备，AI 算力变成电，数据中心变成电，机器人变成电，自动化工厂变成电。问题是，你是稳定廉价可控的能源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么所有的高科技啊，最终都会被能源卡脖子。所以，能源重新变得重要，不是因为环保的口号，而是因为能源决定了你这个系统能不能长期的运行。如果我们把以上3样东西合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时代结构。制造业是把复杂的系统做出来，材料决定你能做到什么程度，能源决定你能跑多久、多大规模。那么这3样东西是硬约束，而这个时代正在从软想象重新回到硬约束。所以今天制造业、材料、能源重新变得重要，不是倒退，而是因为我们走到了一个光靠聪明材质不够的阶段了。这个时代会重新奖励那些能把东西造出来、能长期跑、能抗风险的体系。那么接下来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哪些行业会被反复投入10年，而哪些呢只是短期的热闹？下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个问题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